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张合照，将赵丽颖的人间清醒、孤独又强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一张合照清晰地展现了赵丽颖的孤独又强大，令人感到她的清醒。猛兽通常独自行动，而牛羊则会组成群体。赵丽颖在之前的微博之夜也是如此，而今年的2023微博之夜，刘亦菲也一样。85位花旦们在台上彼此亲密互动，台下也非常融洽，他们还拍了不少合影，看起来就像是闺中密友。几年前有消息传出刘诗诗和杨幂不和的事情，当时步步惊心非常热门，杨幂曾开玩笑说她不太高兴，因为刘诗诗现在非常红。后来杨幂结婚时只送给刘诗诗一份小礼物，跟大花孙俪的礼物差异很大，并且当时杨幂的闺蜜已经转为唐嫣。时光匆匆流转，唐嫣已退出，刘诗诗重回，杨颖加入，花旦们的阵容堪称宫心计之后宫。刘亦菲和赵丽颖是和张含韵一样出生在1985年的一线女明星，和她们不同的是，她们从未卷入过纷争。姐姐们在社交活动中与制片人和导演交谈，并与老朋友聊天。虽然镜头给到了刘亦菲，但她的目光却转向了别处，等待下班离开。有些人认为刘亦菲很傲慢，这不是因为别人不理解她，而是因为她自认为很高傲。赵丽颖也曾多次受到这样的评价，因此在微博之夜活动中，她决定不再出席，而是专注于在云南的拍摄中心拍摄。她不再关注外界的事情，而是全心全意想要完成一部好的作品。虽然这个人还没有出现，但年度10大剧集中有一个人的2部剧作被列入入围名单，这2部剧分别是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。在出席时尚活动和颁奖典礼时，有些粉丝嘲笑他如同赵氏孤儿，他独自一人站在角落和坐在台下，安静地欣赏85花的表演。即使站在台上与别人同框拍照，他也展现出独自一人的气势，用侧发遮住半个眼睛，显得孤独但又非常强大。他参加了芭莎慈善夜，但不同于那些想要在红毯上出尽风头的人，他选择了直接不走红毯。家人邀请了内部娱乐影响力女星合作拍摄黑白封面，包括杨幂、唐嫣、刘诗诗和倪妮等人，而赵丽颖并未被邀请。赵丽颖被看客嘲笑不合群，但其实她很清醒。如果她自己愿意参与名利场，那么她的话题度和讨论度一定不会低，甚至会炒作闺蜜情、女性友谊的话题。赵丽颖知道名利会淡去，只有作品才能留下来，所以她不会放弃从底层爬起来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平时喜欢独自行动的刘亦菲和小赵竟然有合照了。2人在2年前的微博之夜现身，并相互打过招呼，虽不算太熟，但从刘亦菲的神情来看，她似乎有点像小赵的粉丝，而赵丽颖则表现得很自然和愉悦。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，强者通常彼此感同身受。赵丽颖不像其他花旦那样为转型而烦恼，而是专注于剧本和角色本身是否合适并符合她的口味。与凤航是一部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仙恋剧，它是一部带有拍打元素的仙侠剧。该剧已经完成拍摄7个月，官方发布的花絮视频显示，赵丽颖出演的角色是灵界的第1女战神。恭贺一句，天神的打戏和仪态实在太棒了。她并不关注名利场上的是非，但是十分重视观众的意见。他还记得有一段时间，仙侠剧因为风格被嘲笑成丧葬风，因为不符合东方审美。然而他自己则亲自担任了与凤航的监制一职。根据这部剧展示的剧照和片花来看，可以确定它确实沿用了东方神话的故事风格。
并呈现出浓郁的古典美学格调。而场内部的观影人员透露，他们看了《与凤航》这部影片，感到非常意外的是，它并不是一部仙侠电影，而是采用了说书人的方式来讲述古典神话故事，且具有徐克电影90年代风味。最后还赞了小赵，说他很擅长挑选剧本。他会选哪些剧本呢？赵丽颖拍摄的女性先恋剧《花千骨》早在8年前就开创了这一类型的先河，而如今才播出的师徒恋剧，众子想模仿却无法超越。他不仅把先恋剧简单的理解为发糖组 CP， 而且认为师徒恋必须有禁忌感，因为师傅既是老师又是父亲。当谈及花千骨的性格时，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笨拙、天真、温柔的人，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。她了解自己的命运，但为了改变，她拼命努力。她是一个非常顽强、坚强的女孩，有许多与我相似之处。当仙侠剧风靡一时时，赵丽颖立即决定退出该类型的剧集，并转而投身历史剧领域，出演女将军一角。于是《楚乔传》便应运而生。虽然该剧在后期制作方面平平无奇，但楚乔个性鲜明。当他手持旗帜呼唤燕北的百姓勇敢返乡时，他整个人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楚乔坚定不移地追求理想，坚决不会因为爱情而妥协，很激动人心。即使是像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这样的宅斗剧，你也可以从明兰身上看到柔情与果断相融合的特点。这种特点既隐藏又显露，既有力又真实又纯粹。她喜欢扮演独立坚韧、个性鲜明的角色，并且擅长运用演技将不同的角色演绎出独特的特点，呈现千姿百态的形象。尽管赵丽颖喜欢周斐这个角色的性格，但她在拍摄有斐时却忽视了制作班底问题，这成为了她演艺事业的挫折之作。因此，在采访中，她强调现如今更加注重制作团队。当别人批评她产后状态不佳时，她接受了所有的批评，并表示当时的表现不够好，非常抱歉。这次，为了达到最佳状态，她不仅着重准备与凤航的服化道，还组织了提前进组训练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播出时，有人提出反馈称赵丽颖的台词和演技与其他演员相比仍需提高。她在《风吹半夏》中的台词强劲有感染力，剧中时的独白更是惊艳了众人。其他一线明星往往会受到极高的捧杀，而不会听取任何批评意见，任何反馈被视为恶意重伤。赵丽颖是一个特例，如果做得不好，她会立刻承认并进行改正。即使是聪明的人也会知道错误并改正，但是糊涂的人往往会掩盖自己的错误。无论是普通人、演员还是明星，都无法达到完美，但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固执地坚持错误。赵丽颖目前正在闭关拍摄电影《虎狼之路》，该影片的主题围绕着儿童拐卖，运用浓郁的写实风格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。可以预见，该影片上映后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她实际上可以被称为一线女演员，而不是一线女星。虽然被人嘲笑不合群、不善社交，但她是一个自由的人。赵丽颖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，她曾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一位50岁的女性开着越野车独自驾游，四处旅行，感到很酷也很喜欢，希望将来也有机会这么做。女性若独立，则拥有自由，但也会感到孤独，不过孤独也能培养她们的强大。她与刘亦菲的内在特质非常相似，因此我认为如果他们有机会合作，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朋友。